我的妻子是一个另类的鸡娃妈妈，她给孩子安排的未来我不能理解。每天上一些表演课、声乐课，能有什么前途？时代不同了，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更注重文艺培养。孩子有这方面天赋，当然应该因材施教，而且读书也不一定就有好的未来。他仿佛只有母亲这一种角色，在家对我视而不见。我的请求经常得不到满足，我的身体不舒服也得不到关照。难道我只是这个家的赚钱工具吗？快40岁的人了，总还求助别人，未免有些矫情。成年人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牵动身边的人。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薛先生37岁，来自沈阳，公司销售，有请。蒋女士40岁，来自沈阳，公司文员，有请。欢迎两位哈。孩子多大？11岁了。男孩女孩？男孩。男孩啊，对。鸡娃的妈是吧？对。你受不了了？对。今天想来说一说。对，我想控诉他。控诉啊？控诉就算了，说说就得了嘛。他给我的报的班儿，就是鸡娃到什么程度啊？报的班全是声乐呀、表演呐，然后一系列全是课外的活动，跟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关系。哦。然后甚至请假呀，还有是周六周天休息呀，就全带出去拍摄了。而且我不瞒您说，我儿子拍摄的片酬，他拍一次200-300块钱，现在片酬将近3万块钱了。你说他得拍多少？我算一下啊，150次得。对呀。哦。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因为你看双休日的时候，别人家也在补课，其他孩子补的是文化课，但我觉着小学不需要补文化课，对吧？学习习惯好了就可以了。是。然后孩子吧，在表演这方面有天分，那我挺有天分的，我就看出来了。对，因为他挺社牛的，然后每次出去拍摄，导演对他也挺赞扬的。主要是他喜欢，那家长你就支持他呗，是，对不对？又不用咱们付出太多的东西，你就是搭点时间。你现在说文化课你都掌握不好，将来你再有表演才能有什么用啊？你将来考表演的学校啥的也需要文化课呀，文化课不过关你也录取不了。他刚小学5年级，你就给他判死刑了，你就觉得他就不行事了。但是5年级，我感觉5年级挺重要的了。您现在到底的焦虑是来自于说，孩子课外课的方向上的有问题，还是来自于课外课妈妈选择的太多呀？上课外课不是多，是他把有的时间都用在这种拍摄和上课外课上了。就是我想带我儿子出去玩，基本不可能，没有时间，一点时间没有，除了拍摄就是上那个课外课。孩子的成绩怎么样啊？成绩1、2年级还好，现在5年级严重下滑。你在楼下跑着玩也是玩，对不？他有这种拍摄的机会就去，他接触的都是成年人，锻炼的也不一样。再有一个就是，这种我们都是平民家庭嘛，都是公司职员上班的，报这种课报那种课1万几千的，然后我还有还着房贷车贷，就是我儿子1个月的学费就要好几千。几千？3、4千。哦，你们家庭收入是多少？我能1个月比他多点，我能挣1万多块钱。哦，他呢？他最近刚上班，刚上几个月班，现在好像1月4千。哦，那还可以。之前不上班，之前都是靠我一个人，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经济压力大，那你就努力多挣点呗。那你不能因为没有钱了就啥也不学了。谁家不是在努力呀？我也在挣钱，我不是说在家待着，我就整天陪孩子游山玩水，那行你不开心。我也在挣钱，我也在上班，然后回来了我也照常做家务，还得陪孩子，我都没用你出去陪他，你还有啥可抱怨的？但是你想没想过这种压力特别大？你考虑过？你知道大家现在房贷一月还多少钱，车贷一月还多少钱吗？行，房贷还多少钱？这不需要我知道啊？这什么？我的钱都交到家了，我还知道那么多干？我还得管孩子，我还得管家，我还得管你，我都管，我要你干啥呀？我膈应过呗。天哪！就是我们结婚14年哈，我不瞒你们说，我们是月光族，没有1分存款，给我造成家里的就压力特别大。我父母还有病，然后呢，我现在说，如果我妈真有病，我1分钱拿不出来。我这钱我又没乱花，说我今天买个名牌包，我明天买个名牌衣服，就这点工资，你还整天穿名牌，那行。行，听明白了，妈妈反正绝对是有道理的，正义之师，对吧？
钱没花在我身上，花在你儿子身上了，是吧？我属实没花，我的衣服就180块钱呢，就这点钱我已经很精打细算了。我觉着我做一个妻子很合格。行，还有啥？还有就是我们家庭的聚会啊，每年不是家庭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在一起吃顿饭，就是这么多年了，我媳妇和我儿子一次都没参加过，就是我一个人去参加啊。人家就是90口人都在一起说，哎呀，就你家就一个人，哎呀，你媳妇挺忙啊，你儿子咋这么没时间呢？然后给我造成挺尴尬的。哎，这为啥呢？我觉着亲情是双向奔赴的，你不能有那种思想说我是长辈儿，你就得绕着我围绕我走。那你是不是你明知道这些年你也说10多年了，那明知道我们家事儿多，对不？说我们家孩子安排的满，那你之前你不会问我吗？比如说5一放5天假，哎，你们家哪天有空，咱吃饭哪天都行。不，从来都是通知你哪天哪个时间你到位就行了。我们也有自己的事儿，是我也想陪着你，对不？大家全家乐乐呵呵的，对不？但我没有那时间，你也没考虑我呀，你也不想让我去，你想让我去，自然你们会有人征求我们意见，没人征求，直接通知你到位就完事儿了。就是孩子奶奶想看孙子一面，就是5一11，除这拍摄就是拍摄。对，那行呗，那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们聚会不去，您把时间腾出来带孩子去看看，是不是也行啊？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在奶奶家过，平时那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啥时间都围绕着你家，那孩子他确实需要这个机会。你上课的时候不能请假啊，你放假了还得去走亲戚，那你没有时间，人家导演等着你，你今天空了才拍呀，是不是不可能？我要打断你一下，他有个微信群，老给我儿子找那种什么拍摄，咔咔咔咔咔就给我儿子报名，完发摩卡，咔挨个找，没事就找，没事就看。之所以我这么找，就是因为他不够出名，够出名，人家导演就主动来找你了。那我们不得看吗？我们不得看哪个适合咱？哎，我报个名，能不能被选上？你就想让我儿子原地成个大明星，然后你当他的经纪人，完游山玩水，天南海北的飞，这是你的理想。还有就是，他现在在生活中只有母亲的一个角色，他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咋回事？就是我生活当中吧，就是我比较累，我没时间就是买东西嘛，然后有一次我让他给我买内衣内裤，妻子给老公买内衣内裤不过分吧，而且他就说了一次，就当耳旁风一样，而且自己的快递哈，10个8个包裹，他老多开始往屋里滴，唯独全是他和我儿子的，我的一件没有。那你不是没有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吧，他就有点较劲，你知道吧？那如果他真不会买，我就不睡觉，贪黑我也上网给买了，对不对？他自己比如说什么，我今天喜欢个手机壳啊，我一个车载香水啊，什么摆件啊，喜欢的都能买。那为什么这个内裤，咱就拿这个打比方，你自己不能买呢？你非得等着我，哎，你给我买，我就等着，我看你啥时候给我买，是不是较劲？不是撒个娇嘛。多大岁数了？40多岁过日子，一天鸡毛蒜皮老多了。人家才37。40还不到呢。你在3岁和6岁的时候差3岁差得多，这中年人差3岁还多吗？中年人就不需要关心了。我没不关心他。他的重点是你没在意他的需求，是吧？对。重点不是内裤这件事儿，人家就我在意了。那你有空在那瞎扒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买，我都已经忙的脚打后脑勺了，你还搁这跟我较什么劲？就得我买。而且我还想说，他根本就不心疼我。不心疼这个老公，就是有一天周6嘛休息嘛，然后我就是起得比较晚，然后我平时我都做早饭，就那天早上我没做早饭，然后他跟我儿子就是擦地，就是情绪特别不好，能感觉出来，哗哗哗动静特别大，然后呢，我儿子说妈妈一会儿我想去玩会儿去，下楼，他妈说玩什么玩，一会儿就走了，完了我就蒙圈了，我说要去哪呀？说去哪学习呗，能去哪？就是那种特别生硬的人，然后呢，带我儿子转身踹门就走了，可能是因为没做饭吗？带儿子下楼吃去了。我1个星期7天，我上6天班，就周日休息。我早晨边管孩子边打扫卫生，你像个大爷一样往那一躺不起来，啊，你是觉着休个礼拜天了？那谁不想歇礼拜天啊？我是出去逛街了，我是不是带孩子出去了？你就躺那问干啥去？我回答好几遍。听不着，我不得大点声，我大点声态度又不对了。态度和大声谁都看不出来，我也不是傻子。就是你态度啊，大声说啊，我一会儿带我儿子去学习或者怎么样，我带儿子学习呗，能干啥？那谁听不出来是态度不好啊？不是，我很好奇的问一句啊，
那这周六晚上你们夫妻都没交流一下，说明天早上要带孩子干嘛？这不都正常的吗？夫妻嘛，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都聊聊天。哎呦，明天活还挺多的，我们要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不，我们现爸爸在你分床睡。现在为啥？他嫌北屋冷，因为我们房子是南北通透的嘛。啊，完了需要上南屋去睡。为啥分房？属实是冷啊，属实是北屋冷。不是北方我们在沈阳嘛。那你为啥没去南屋呢？我的意思是，那我儿子在南屋，我住不下呀。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住。不是你跟11、12岁的儿子住一个屋，不跟老公住一屋啊？我不是一直在那儿住，就是停气儿了以后，屋里特别的冷。今年我属实是挺不了，就是盖着被都觉着风特别大。然后我跟我儿子在一个屋住，那没有别的屋了，我不能上客厅住啊。不是，那您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我买个电暖气就解决了。我要想跟他住一屋的话，我买个电暖气就解决了。为什么不买电暖气呢？那对你得问问他为什么不把北屋的地热修一修啊？那更能解决了。他也说了，您说的是停气啊，您这矫情啊，您这嘴可真厉害啊！冬天的时候也比较冷，我都忍了。这要是稍微的那个跟不上您的节奏，就给您带到坑里了，啊！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我就不想跟他住一屋嘛，你就直着说。现在他看我可比较反感了，那我看出来了，眼不见心不烦那种的，我感觉出来对我特别冷漠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为什么是儿子住在南屋，不是父母住南屋呢？原来我们是住在南屋，孩子住在北屋的。北屋那个阳台后扩出来，那后扩那一块是没有暖气，没有地热，就冷。不是特别冷，不就想办法改善吗？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他的事儿？这个事儿还得我去想，我什么都想，我哪有时间？我没有空了。您就说他不作为是吧？哎，对，每天回来了就躺着玩手机。行，咱以后就作为呗。我还想怎么作为啊？补习班我带去，饭我来做。你手受伤的时候，我都不用你洗衣服，我来洗衣服。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是正常上班。我就周六周天休息我还带孩子上1天课，周六3节课，周天3节课，我基本就没有休息。我还想怎么替你分担？培训的时候是您带的，对，一直我带。拍片的时候，对，是妈带的，对。而且下班了，下班他是做饭，这个我承认，因为我到家晚，我到家最早都得6点半了。那他回来的早，他4点多就回家了，那你还坐在那等我做饭，就有点过分了吧？剩下其他你说你干啥？你除了做饭，油瓶岛都不带扶的，啊，做饭了往那一躺，啥都不管了。那你要是平时的时候，就咱说是现在我前段时间手受伤了，太洗衣服了。在我手受伤之前13年，你除了洗脸，你碰过水吗？啥都我洗，袜子只要我就假如说我不在家，你要有7天不在家，袜子就换7双放那放着。就有一次咱俩争吵，给我气迷糊了，完上医院去检查，说我高血压。37岁就高血压啊？对呀，然后我也挺震惊的，然后。他感觉他满不在乎，他就说：“哎，高血压你不正常，怎么的？你就能吃能喝的，怎么这么老胖？然后高血压，然后他正常也是还跟我争吵，就是我感觉我挺心寒的。你血压高自己控制呗，你30多岁了还得我觉得你血压高，我得安抚你，你少吃点油腻的，你少吃点大油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注意，就指着别人，得让着你，得迁就你，你心情得好了，心情舒畅了，谁不想心情舒畅啊？一天就这个几个时间，我下班了马不停蹄，我进屋，虽然我不做饭啊，那我马上放下衣服就得干这干那的，我还得有时间坐下来安抚你，你开心不？你快乐不？不是你干啥呀？回家不收拾啊？你不擦地呀，不擦灰，早晨没有时间擦。你吃完饭不刷碗呐，你还得给孩子检查作业，你还想陪孩子下楼溜溜弯儿。一共有几个小时啊？你还得保证在孩子睡觉之前把这些事儿做了，甚至是晚上晚饭刷碗，我都等孩子睡觉以后干。你说10点能上床都是最早的，你咋不想着关心我呢？一周上6天班，还得照顾孩子，还得照顾家，媳妇儿累不累？媳妇儿难不难过？都指着我关心你。那我还不够关心你，我能承担的我都承担了，我就差当保姆了。你都干了些啥？那么多抱怨，说出来，快！他手受伤，我又洗衣服做饭。别说手受伤，然后你说地我是不拖，但是那天我说买个洗地机吧，这家伙他就说啊，你买洗地机我回来我给你砸那么老贵。有一个洗衣机，因为我手受伤了嘛，东西就多了，袜子分开洗，内裤分开洗，浅的深的都分开洗，他就觉得费事再买。我就受伤这几天，你买了你得投入吧，本身你都压力大了，你就想自己轻巧。
然后买一个。再说你又放哪儿？又没地上，又花钱。过两天我手好了，也不用你了呀。好，听懂了。这老公还用不用吧？您直接给句明话。那就反正在你眼里这老公没用嘛，您还用不用？那你也不能指着我，啥都指着我。没说什么都指着你。您还用不用这老公？那看他表现吧，他要能改还可以考虑。这老公有用没用啊？现在没啥用。要没我的经济支持，我别说了，你那点钱在人眼里都不是个钱，还嫌你窝囊呢，对吧？我没觉着现在有我多委屈，是他要压力大了我造成的。不是你有一点你没搞清楚啊，每个人承压能力是不一样的，要不然结婚干嘛呀？这有什么压力呀？谁家过日子不这样啊？是，您都对嘛，我也不跟您吵架。您看你说我问这点问题，我发表一下观点，您老怼我干什么呀？不是我那意思，他觉得我就一无是处了，我在家什么都。你是觉得他一无是处吗？没有，他把孩子照顾挺好，其实我挺感动。我不是我嫌他，是他跟我看我一无是处，他对我不关心了。我回家之后，就是晚上9点多回来，他也不会问你说你吃没吃饭呢，或者怎么样，从来问都不问，就是我直接上床洗漱就睡觉了。在这个舞台上，有的男的说，我出去喝个酒，打10几个电话来，一点面子都没有，没有自由，很难受。这不管了更难受。那很多男人活成你这样，可能都开心死了。你看啊，我老婆所有的关注焦点全在我儿子身上，无暇管我，对不对？我想买啥我能买啥，因为家里的钱是我管，对吧？我是早出晚归还是不归，反正也没人管，人家压根没把我当个什么人看。但有些男人就觉得自由了，就放飞了，这个男人可没有。这个男人是老婆，好像日子是我们俩的，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一起腻咕腻咕啊？对吧？这明显嘛，我会网购，我能买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买内裤的时候，内衣内裤的时候，老婆你给我买一个，这不是撒娇吗？跟我来一句，撒什么娇啊？你多大了呀？你是3岁吗？废话，我3岁还结不了婚呢。对吧？我3岁要内裤，我都不用说，我妈就给我准备好了。你儿子内裤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妈，我要换新内裤，你买的？那所以说他讲。所以说什么呀？10几岁的男孩需要你这样吗？不得自己提出来吗？有些事儿不应该跟爹聊了吗？天天跟你腻咕在一起，好吗？他爹不跟他聊。好吗？是他爹不跟他聊，还是他爹没机会跟他聊啊？他爹如果不负责任的话，为什么1天3个这个课外培训班是他爹陪的？拍戏的时候你去了，培训的时候这个在培训，是真话吧？是真话吧？啊，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全是爹跟在旁边，出去出风头的时候妈来了，哎呀，这个导演您社交好啊。我好多家长我都不愿意说，你知道吧？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把孩子给弄坏了。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儿。搞培训不是看孩子学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你教孩子的什么，他们最关注的，老师，孩子能在哪儿露个脸啊？老师，能不能在电视台播出啊？老师，那个你认识导演多，你能不能让我们孩子在某一个电影里面出个镜啊？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锻炼他一下。锻炼啥？比如说社交，比如说。这跟社交有关系吗？这是工作，这不是社交。没有像他说每个周都去拍。我想带我儿子出去遛弯或者溜达，就是假如说上哪个公园玩，就全是课，全是这种课外课，就是不拍摄也有课外课。你看，就是周六周天上课，我都一带2天，就没有时间说带搞一些亲子活动啊。其实挺可怜，妈也可怜，妈可不可怜？妈可怜，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关注放在了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身上，其实挺可怜的。爹也可怜，可不可怜？也挺可怜的。这爹还算好，没向外，心还留在家里。这要向外了，你可咋整？当然你会说滚，你没啥用，看不见呀，他的付出你看不见呀。他也不付出啊。行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啊。那个你们听听老师说吧，我说的我是没有生活的人，对吧？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听不懂。对啊，老师总是听得懂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包红兄，孩子当然可以去适当的参加课外的培训班，
但是您的功利心很明晰，您就是把孩子当成了实现你自己梦想的一个工具。恕我直言，您认为您很伟大，把时间全部花在孩子身上，我就是为了孩子成长。孩子需要关爱，需要你们2个人的关爱，但是作为丈夫，他也需要妻子的关爱，当然你也需要他的关爱，这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你们家这个落差太大了，你现在已经到了不顾一切去培养孩子当童星，往这一条路上去走，但是没有去想这个家如果因为你这样的一些行为，你这样的一种状态，丈夫最后真的忍不了了，这个家就瓦解了。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你们家庭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真的，丈夫焦虑，儿子疲劳，赶紧的、赶快的把孩子拉回来吧，这对孩子是有益的。谢谢。谢谢博宏兄。杨老师，我从2点跟女生说啊，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才大4岁嘛，你儿子现在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那我的小孩从小也会去上很多所谓的培训班，但基本上都是以他的兴趣为主。我孩子也参加过表演，一共参加过2次，也拍过1次戏，演过1次话剧。我觉得那是让他见见世面，看看舞台，但那不是他培养他艺术造诣的舞台。他真正培养他的兴趣，对音乐的兴趣，我们从3岁弹琴弹到现在。你知道核心培养的，除了终身兴趣爱好，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爱的能力。你的孩子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因为在这个家里，他和他爸爸之间都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爱的连接。爸爸说什么不算呀，我家我妈一手遮天，不需要跟爸爸交流。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女性，没有男性的力量。小男孩最重要的这个年纪还真不是妈妈天天陪着，是男性的榜样的力量。在你心里就是你爸你爹没用，有什么用啊？不就周末开个车送你去培训一下，关键时刻都是你妈，男人太没用了。我跟你讲，你儿子现在心中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培养他，将来他就不爷们儿，你不信走着看。第2点我要跟你说的是，你40了，大姐，马上孩子，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15岁，根本不需要我，但是我很开心，我儿子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屋子，自己学习，自己社交，完全不需要我就可以去做所有我爱做的事情。其实我也经过一段时间，很低落，他怎么不需要我？但我现在很自豪，很开心。我觉得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是一个小男子汉了。所以，就从孩子的角度讲，他会成长。你马上就很可怜，你太惨了，我都看得到你的未来，没有兴趣爱好，10几年了围着儿子转，不看老公。他再过2年青春期开始，你就是最烦的那个老巫婆。你记住我说的话，培养和老公的感情，放手儿子，培养自己生活的乐趣。所以你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为你好，为你孩子好。谢谢杨老师。来，珊娜老师。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永远是第1位的。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大问题，亲子关系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老公让你买内裤，他真的是让你给他买内裤吗？买内裤是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呀，他怎么不让别的女人去给他买内裤啊？哎，你可别挑这事儿啊！真买了就麻烦了。对，这就快了，这不是我挑事儿，马上了。但这真是你逼的，所以我就觉得听到你说那个说你怎么那么矫情？内裤你不会自己买吗？是啊，他当然可以自己买了，为什么让你买？这是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谁能给他买内裤啊？这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了，那你真这个老婆也不用当了，你压根儿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你让儿子看在眼里怎么想呢？你还让他去当演员，演员是在演吗？演员最重要的是用心感受，他从小连亲情都感受不到，请问他怎么演情感戏？什么都不懂，天天就害孩子。你有没有想过带你儿子去拍那些东西，到底是孩子感兴趣还是你感兴趣呢？他本来是一张白纸，
本来未来如果真的好好培养，有可能走上与这个相关的行业，但是就在你这样的从小把他带进这样各种各样的剧组当中，他现在已经这张白纸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他想再回到一张白纸是不可能的了。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就是一个妈妈什么都不懂，把孩子害了，还以我的孩子现在学到了各种技能为荣耀。你和你老公的关系，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愿意过就过，不愿意过就不过。但是你不能害了孩子的未来，不能毁了孩子的人生。就说这么多，谢谢。谢谢山娜老师，米娜老师。11岁的小男孩，其实不管你用多少课余时间带进组里，他依然在学校的时间最多。为什么我们总看到童心慢慢的都消失了？因为当童年我们大量的时间在往外放，在被剧组、被成人的这一些事情感染，而没有在进行自己内在的填充的时候，后继无力了。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童星，比如说当年央视《西游记》里红孩儿的扮演者赵新培，他演完红孩儿了以后啥都不干了，回去好好的读书了，再也不演戏了。后来他做什么了？社科院博士，现在又是一个成功的这一个商人。对于他来讲，他已经在自己的通过智慧也好，学识也好，他探索出来了自己人生的路。童心只不过是我这一棵大树上长出来的一颗小枝丫而已，它使我的人生更丰富、更自信，知道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去，我都可以应对而已。再不把孩子拉回正道上，你的孩子必毁。怎么拉回正道上？你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明确地告诉他，马上6年级该收心了，一切演艺工作全停。假如孩子你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的，我们要努力的学习，学文化课，学表演技能。未来我们要考正规表演院校，这样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才更有机会接触到正规的一些影视资源，让自己在正规的一条路上去跋涉，而不是靠妈妈给你趟出来的野路子。然后把每个周末交给您的丈夫，带孩子去体育场，带孩子去体育中心，鼓励他融入到那一些篮球队、足球队里，跟男孩子们互动起来。否则你的儿子将来可能跟其他的同性相处都会成为问题。既然都是爱儿子的，既然他是爱您的，眼下能做出改变的唯一的人其实就是您。自己好好想想看，该怎么样通往你希望的那条路。谢谢米娜老师。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你们俩的关系完蛋了。其实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就是坍塌的。我们也很少见到一个男人会发出这样的抱怨。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在意这个家庭，他是在意你给予他的感受的。您的问题当然很多，但是今天不以此为主。当你看到一个在婚姻当中特别厉害的女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家的男主人是没有力量的。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在她的亲密关系里，或者在她家庭关系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力量的男人，就是他是靠得很舒服的，他不需要去张牙舞爪的去挣脱、去束缚。所以你想怎么增加力量，其他的没有了。好好说说吧，我觉得你们俩可能连温柔的说话都不会了。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既然来到这个节目了，我希望你呢以后能改一改你的身上的毛病，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希望你自己反思反思老师们说的话吧。谢谢两位，请回吧。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哎呀，预测一下结果吧，会出来对吧？当然，这个妈妈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其实你就是咱们客观的说，既恨又怜，就是它代表了现在一大批中国女性、中国母亲多不容易。你说累不累？真累死了。效果好不好？效果真是糟糕透顶了。但是他刚才说了，或许我自己错了，这个不容易，所以肯定双出。严老师，这肯定双出啊。
肯定双出。我就是希望今天真的对她有一些启发，别再去那些的剧组了。肯定双出啊！就希望女人别把自己的焦虑和野心投射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去。有焦虑有野心就逼自己好了。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嗯？咋了？走啦？双不出啊？这个结局是大跌眼镜。我猜不出心里的动因是什么，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女生我能理解，就是我的认知就是这样，你们随便说。男生到底是什么没想到，是因为我们说我这么觉得是可能他们俩都觉得现在的状况确实非常不好，回去反思一下。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的结局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推导这个结局、为一个结局做决定的时候，人的那个思考才重要。如果妈妈觉得就是错了，不出来，回家再去致歉，也是一种方式，不一定两个人非要牢牢地握着手，一起往错误的路上走，分开，向正确的方向走，也许对他们、对孩子都是更好的选择。